Hello，大家好呀！今天我们来做一下速写本的评测。学画画的这些年，其实我用了很多很多的速写本。本来我想在一期都把它拍完的，结果发现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把它分成了2条视频。这条视频呢，我们主要就是来测水彩速写本。然后我有这么多，还有这么多的水彩本来测。好，话不多说，来第一本吧。第一本呢是这个 Canson 的 Art Book。我这本它里面用的是 Saunders Waterford 纸，它的散纸我本来就是很喜欢用的，然后这个里面的纸用起来感觉是差不多的。还有300克100%纯棉，然后中粗，也就是冷压。这里一共有20页纸，也就是40张可以画。它的优点呢，就是因为它的纸跟那个散纸是一样，所以画起来，非常好用，可以湿画法。各种画法都可以，表面的那个纸的纹路也非常自然，没有那种机械的压痕。但是它唯一的缺点就是它这个纸张非常非常的黄。我来给你对比一下。你看，就是它这个比普通的这个纸要黄很多，这点我是不太喜欢的。之前用散纸的时候，我也是买那个高白的那一款，所以如果介意用黄色的纸的小伙伴就不要去买这一款。但如果不介意的话，其实这个用起来是非常非常好用的。第二个呢是这个 Strathmore 的 Visual Journal。它是300克，但不是100%纯棉的纸，也是冷压。一共有44页，也就是22张。它的优点就是因为纸张厚嘛，所以它画起来也不是很容易皱。但是呢，它这个因为不是棉纸，所以吸水不太均匀，不太好晕开。所以我不是很推荐它，而且它这个两面的这个纸的质感不一样，一边呢是比较平滑一点的，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到，然后另外一面就是有这种比较像机械感觉的这种压痕。然后通常我就只用平滑的那一页，这一面我就不是很怎么用。而且我也不经常用它来画水彩。如果一定要用到这一本的话，我通常就是用它来画水粉。第3本呢是这个 Strathmore 的 Watercolor Art Journal， 它是它那个400的系列的。它是300克纸冷压，也就是中粗纹木浆纸。它我这一款是软皮的，然后呢，它一共有48页，也就是24张纸。它的优点呢，就是它表面比较耐操一点，画起来不会起毛，不像刚才上面那一本，它就会有一点画的就是层数多了，它就会有一些起毛。这本就相对那本来说稍微好一点，然后它可以180度摊平，这样子。然后它这个表面这个包装我不是很喜欢，它会留下那些比如说夹子上去啊，或者是磕到碰到，它都会留下很明显的这个痕迹。然后它其实这一款我最不喜欢的一点就是它也是两面纸的纹路不一样，然后有一面有比刚才那一本还要更明显的这种机器的压痕，能看到吗？然后我也是，虽然这本我其实是用完了的，但是我私心不是很喜欢用。第4本呢是这个，很多年以前很流行的 Moleskine 的 Watercolor Album， 然后它是200克，也是中粗，样子很好看，然后这个皮应该不是真皮吧，但是这个封面手感很好，然后后面它这里有小口袋，然后这里呢也有一个绑绳可以把它固定，但是我这个用了久了，它这个绳就松了。里面的纸呢，它很薄，只有200克，页数倒是蛮多的，有72页，也就是36张纸。
相对于那个300克的纸，这个200克的就薄很多，所以不适合任何的湿画法，只能适合用一些用来插画呀，或者是这种钢笔淡彩可能会好用，但是我本身不太喜欢用。如果是用 Moleskine 的话，我更喜欢它的另外那个多功能本，是165克的那个。之后下条视频我会评测那一本，我觉得那一本相对这一本要好用很多。下一本是这个 Be Creative Watercolor Sketchbook， 这是我很多年以前在亚马逊上买的，然后当时买的时候很便宜，才10几澳币。现在好像没有卖了，我不知道它是停产了，还是只是在澳大利亚买不到。它有300克，然后是中粗冷压，然后100%棉，里面有60页，也就是30张纸，正反面都可以画。它这个纹路很自然，然后呢，你可以用湿画法叠加颜色，然后放很多很多的水都没有问题。它那个白也是普通的白，不会像之前我介绍的第一款那么黄。它这个纸上，你看晕染啊什么的都非常的好，我就非常喜欢用这一本，强烈推荐，如果你能买得到的话。好，下一款呢是这个 Etcher 的速写本，他家的速写本有很多不同的选择，有不同的纸张的厚度、尺寸，还有中粗细纹，你都可以自己选。我这款呢是 B5 的230克中粗100%棉，然后里面一共有52页，然后就是26张纸。它其实就是那些纯棉纸有的优点吧，这个本子都有，但是它相对来说纸张薄一点，所以就比那个300克的纸来说呢，就更容易皱一点。这个本是可以完全摊平的，后面有一个小口袋。但是这个封面我不是很喜欢，因为它是帆布的那种材质，很容易脏。我这本其实已经发黄了，所以如果特别爱干净的小伙伴就要想好了再买。哦，对，还有一点就是它这个纸张，虽然他说它是中粗吧，但是它这个纹路非常的细，跟普通的中粗不太一样，所以呢，大家按需购买哈。下一本是这个 Canson 的 Mont Wall 这个水彩本，我这个是300克冷压，然后里面有40页，也就是20张纸。它不是全棉的，所以完全不适合大面积的湿画法，因为它那个颜料会漂浮在纸上，不像那个全棉纸，它一下就吸收进去了。所以呢，拿来练一些基本的技法，比如说怎么样用笔呀，怎么样蘸多少水、蘸多少颜料之类的这种技法还可以。但是如果是，用来画风景画呀，或者是来练习什么渐变色之类的，这个就不推荐了，因为它反而会让画画变得比较难。再来这本呢是我在淘宝上买的水彩本，它的中文名字叫做倾听，然后英文这里写的是 Draw a Picture。我买的这本是全棉的300克中粗，也可以，它有细纹可以选，上面那个绿色的那一本就是细纹，但我觉得这个中粗的比较好用。然后我这本是方的，它有一个这个绳，然后呢，它里面用的纸是宝红的水彩纸，也就是在网上很流行的这一款的水彩纸，所以总体而言，它表现是非常好的。全棉水彩纸有的优点它都有，而且呢，它这个可以完完全全的平铺，然后它这个连最后一页它都是可以用的，它粘在这个后面封面上的这个纸都是水彩纸来着，做工也很细，然后你看它这个 binding 也很好，超级好用。然后它的价钱也非常的合适。我在淘宝上买的时候，这个是16.5厘米乘以16.5厘米的尺寸，这个只要13块澳币。然后呢，它的这个里面的纸张是两面都可以画的，所有的这个
技法基本上都可以用，像湿画法啊、涂很湿很湿都可以。你看我用很湿很湿，但是它只是有一点点 wobbly， 但是不会说皱到完全没法看。然后这一本我其实全部都用完了。然后它这个有一个缺点，就是它这个本子很重，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它这个封面的这个纸壳吧，这个纸壳比较是实心的那种，它就是比普通的这个本要重一些，所以我觉得它不太便携，而且它不太容易买到。但除此之外，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用的本子。接下来呢是这本尊爵的水彩本，它有300克，我选的是中粗12厘米乘12厘米，然后里面是48页，也就是24张纸。它的优点呢就是便宜，我买的时候在淘宝上买才3块钱澳币这样子。然后呢，但是我是真的不喜欢用这个，因为它这个纹路很奇怪，你看。我有一点点密集恐惧症，所以它这个纹路实在太明显了，而且你画完整幅画以后，还是能很明显的看到这个纹路。它这个纸也是两边的纹路不一样，有一边呢就是这种细一点的，就这边呢我还是可以用，但是另外那边就是完全不能用。所以如果是有密集恐惧症的小伙伴，千万不要买。好，再来就是这个小小的。我在亚马逊上买的这个叫 Light Wish， 这本其实跟这本看起来很像诶，但是呢，它里面的纸张是不一样的。它这个纸张里面是有这种我不知道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可撕页吗？然后这个就会让纸变得有点弯。你看每一页翻过去的时候，它都会翘起来，会有点弯。我就不喜欢它这个，而且它这个纸吧，画起来的东西会有点发灰。虽然他说它是全棉的纸，但是其实我买了以后就用了几次吧，就不太喜欢用它，就感觉水彩的那个颜色放上去就会没那么明亮，然后有点雾蒙蒙、灰蒙蒙的。然后这个纸它其实也是300克，我选的中粗10×10，然后有40页，就是20张。我在 Amazon 上买的价钱是大概17块钱，所以它不便宜，而且也没有那么好用。所以我觉得，如果它打折打的特别多的话，你可以买一个拿去练一些技法吧。但是如果是要画整幅的画的话，我不是很介意。下一本呢是这个，我要强推一下，因为我很喜欢这一本。这本叫做《记忆印象全棉水彩本》，我是在淘宝上买的，用到以后简直是被惊艳到。它这个性价比很高，我买的时候这个 A5 的尺寸就差不多是15澳币的样子，300克全棉的水彩纸哦。然后我选的是中粗，里面有30页。也就是60面可以画这样子。然后呢，他这个买了这个本，他会送一个这个 PVC 的这个书衣，它套在上面，这样你的本就不会变脏，然后也会保护它，保护的挺好的。有不小心有沾到水也没有关系，擦掉就好了。然后呢，它里面的纸张。你看它这个纹路也是我非常喜欢的那一种，可以完完全全的摊平，然后纸的颜色也是普通的白，不会像那个就是第一个我就要看色那么黄，也没有说特别的白，反正就是一个很正常的颜色。做工啊什么的都非常精细，你看这个 binding， 它这个粉线都粉得非常的好。然后画起来，水彩你能用到的所有的技法，它都可以用。湿画法放很多的水都没有问题，我已经试过了。然后画出来的颜色也很鲜艳，晕染呐什么的都非常的好，强烈推荐这个。如果你能买得到的话，这应该是我目前用到的所有的水彩本里面最推荐的一本，性价比也高，又非常好用。好，接下来这两本呢，我想放在一起讲，是因为他们两个用起来的感觉非常的像。一本呢是这个 Say White of Brighton，
然后这一本呢是哈雷姆勒，他们两个都是200克纸，然后中粗，不是全棉，然后都是有60页，也就是30张纸。两个呢全部都可以摊平，然后纸张的那个纹路啊、感觉啊都很像，颜色也很像。唯一的不同就是，哈雷姆勒这一个后面它没有一个小口袋，但是 Say White Brighton 后面有一个小口袋。它们都不适合湿画法，就更适合钢笔淡彩啊，或者是速写什么的，带出去很方便，然后颜值也很高，看起来就是很好看。我本人呢就更喜欢哈雷姆勒这一个磨砂款。好，快速帮大家总结一下。所有的水彩本我用过的里面最喜欢、最推荐的是这个记忆印象的这个水彩本，然后接着呢是这本倾听，然后是这个 Be Creative 的水彩本，能买到任何一本都不亏的，都非常好用。最不喜欢的，当当当当，就是这个尊爵的水彩本，真的是密集恐惧症的我真的是受不了一点。好，下一期呢，我打算来评测这个多功能的速写本，就是这一些啦。如果想要看的小伙伴们，记得点赞加关注哦。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